玩了3天的时间了，来这边做个游玩总结吧。游戏的玩法部分啊，其实比较偏向免血 NO 的类型啊，而在职业部分算是非常多的哦。从入服推出至今啊，总共已经有10个职业了。台服版本的话，估计至少会有7个职业吧。这一套服装的部分就是我氪5块钱才拿到的哦，剩下钱我基本上都是没有花的啦，就只是多个服装玩爽而已哦。而这些服装的部分做的算是还行了。左下方你可以看得到，可以切换直向，也可以切换成横向。一开始你在玩的时候还不能这么做啦，你大概要玩20-30分钟吧，后续就能自由的进行切换了。今天是第3天的早上哦，左方你可以看得到，目前的主线已经进行卡级了，要升到60级就要等到第4天。第1天大概是37等吧，就会卡级了。第2天是54等，今天反而比较短了，稍微做一些任务就升到59级了。我们来看一下玩法的部分吧，这是每一天都要做的日常任务，其实就是跑完任务啦，然后再打副本了。先看第一个修真的副本，像这种一般的副本啊，进行组队的时候是可以匹配到助战 NPC 的，因为它是一般的副本，只要过了30秒，全部的 NPC 就会进来了。你要一个人打啊，基本上也是没问题的。当然，像跑完任务啊，还是凤鸣谷也是可以组 NPC 啦。而在挑战副本的部分啊，就只能组玩家哦，而且基本上难度还是偏高的哦。以无氪玩家来讲，你的战力提升就要做的比较充足一点了。从这边你可以看得到，第1天的时候，黄昏圣殿是打初探，推荐修为是17000哦。就算你达到推荐修为去打，基本上也是被秒杀。而在第1天，我的战力大概就是可以升到26000，当时还是组了课长才打得赢啊。而在第2天呢，推荐修为是38000，第2天的部分我的战力是拉到了47000，也是很不好打。后来组了一位99000战力的课长，再搭3名40000战力的玩家，队伍没有组满的情况下就打得赢了。所以在黄昏副本这一块是很吃战力的，不太建议全部达到推荐修为就来挑战这个副本了，因为被秒杀的几率是非常高的。那今天第3天了，目前的战力是59000，估计今天可以升到60000以上了。我氪了这件服装，其实它没有额外增加战力的哦，所以基本上就把它当做无氪战力的参考吧。第1天26000，第2天47000，第3天差不多到60000。左上方有今日的晚间活动，这几天我晚上活动都不太一样了，有 PK 的，有打 BOSS 的，也有一般的公会活动。来看一下公会部分吧，我加入的是主龙盟哦，它这一个公会啊，就是其他玩家的集散地哦。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加入其他的帮派，你就可以先到主龙盟待一阵子，等到有合适的帮派你再进去吧。差别是在哪边呢？看一下帮派的活动吧，上面这6个基本上都是能参加的啦，但是从下面这边啊，就是有限制哦，你要申请玩家的帮派才行了。所以你想要玩下面这一块的话，你就得加入玩家的帮派，而不是主龙盟啊。毕竟官方要赚钱嘛，透过课长们互相竞争，他才赚得多啊。而其他的地方的部分就大同小异啦，不再多做介绍。来看一下氪金的部分吧，有大量的限购礼包啊，然后这边是特权，看到的金额都是人民币计价的哦。那这款游戏啊，你必须氪金，你得到的福利才会比较好啦。如果是无氪玩家的话，就是玩基本功能而已哦。像这些服装啊，也全部都是要花钱的哦，甚至是如果你未来想要搞一个结婚的话，那你的新台币就要准备好。这边你可以看得到有浓情蜜意礼包，你必须得到海枯石烂印哦，金额是元宝1314，充值的比例是这个样子哦，首充会有双倍嘛，你大概要氪500块啦。而在结婚的条件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吧。目前呢，只有中式婚礼，然后未来就会开放西式的婚礼哦，到月老这边就可以办结婚了。当然要进行结婚的时候，就2个人组队一起过来吧。结婚部分的重点就是这些啦，必须为异性，等级要超过40级，好感度要1000点，而且你必须拥有新台币爱情印。成长部分我们就来做个快速介绍吧。像今天是第3天的早上啊，没玩多久就卡在59级了，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你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产出的经验值啊，它会到哪里去呢？多出来的它就会转化成技能点，也是可以让你去进行微微的提高一些战力啊。所以任务基本上也是每天可以做满的。如果你有漏掉的，或者是你不想玩的，左上方有一般找回，还有完美找回啊。上方你可以看得到金元宝部分啊，你都是氪金才有的。如果你不氪金啊，游戏只会给你银色的元宝。那这些银色元宝就是你尽可能把它花光了，全部拿来提升角色的战力啊。我们看一下强化的部分吧。提升战力部分最明显的，也就是在强化这一块在这边的重点，你只要看右边的经验共鸣，你就按照的共鸣去做，符合共鸣等级了以后，额外会给你共鸣效果。一开始啊，你就先设在5级，从5级开始啊，失败几率就会变高了啦。越上面啊，你失败几率越高，而且失败会降级哦。要升到第6级啊，成功的概率是42%，失败它就会降级了。透过做任务那些啊，你还可以拿得到乾坤石啊，所以就有2个方向哦。你要么从5级开始就使用防爆材料，不然就是花更多的换仙石，想办法把它冲到6级，你再使用防爆材料也可以哦。那你看一下，我从刚刚点到现在啊，基本上失败都是比较多的哦，因为你6级开
始啊，你的概率已经不高了，而且甚至如果连续失败，你又回到3级以无氪玩家来讲，换仙石的取得管道也是有限的总之你只要记得啊，初期像第一天啊，想办法先让它全部升到5级这样子啊，你的战力才可以增长到最大化。再来就是刻印，在这个地方你要记得看一下共鸣等级它的要求你就照着做就好了。像平均10级达到10件，你就一步一步跟着做就好了。而在魂石的部分在这个地方要有30件的4级魂石，你在第一天就以这为目标吧，先平均2级，再来平均3级，然后慢慢就是平均4级主要就是拿它的共鸣了，因为这些都能叠加额外的战力嘛。那如果你本身是重氪呢，就很简单了，想办法把这些拉到最高，你的战力就会越高了。现在我战力是59300嘛，给各位看一下排行榜吧。排行榜的第一名，它这边是全部加18的战力是29万，而在其他属性的部分基本上它应该也都是升满的再来我们看一下阴魂系统，当时运气比较好啦，单抽就中了一张 S 级的无氪玩家全部靠运气我们点击幻灵镜，它给你抽的次数其实是非常少的要么就是要花钱了。如果你是课长的话，你再来玩这一块好了。再来我们看一下天书系统，这也是后面才解锁的主要就是收集天书啦。你这一些兑换商店你都可以看得到，就顺便买一买解锁图鉴也是可以叠加战力的。道具的兑换这里，英雄令你也可以换到天书，有各式各样兑换的地方啦，所以你大概都要找一下。而在角色的操作部分呢，基本上就是放着让他打就好了，偶尔就是闪闪招。大家注意这款游戏是有坦克还有奶妈的而且坦克跟奶妈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输出角那些是挺多的啦。但是在组队一般都会组坦克还有奶妈，因为毕竟都比较稀缺那游戏的操作部分还可以进行跳，这游戏还可以进行变身，看你是怎么样的种族啦，变身出来的效果是不太一样的。而在一般的场景就可以多段跳，第一段、第二段、第3、第4，然后又可以下潜，还有坐骑，还有鸟儿，有鸟儿以后你就可以上升了。这除非你和其他玩家在约会的时候，你才会用到这些吧，基本上都是自动寻路而已啦。自由度算是一般般交易系统这边就是使用银色元宝进行购买的银色元宝这3天给你至少15000吧，是非常多啦。那你就尽可能去进行提升了。以无氪玩家来讲，战力至少要跟上无氪的极限战力平均起来就是比较烂一些啦。但如果你都不提升的话，就会烂得非常夸张你甚至可能在组团就被踢出去了。再来我们看一下阵营系统，阵营这一块右方你可以看得到本周的战功上限，这个就是挂机啦。挂机时长其实不会太久，你甚至在第一天就可以把战功全部挂满了那这又取决于你的战力有多高，那你有没有组队？当然你有组队，你战力又高，刷战功就会特别快如果你组不到队伍，那也无所谓，你一个人慢慢挂就好了。挂满了以后，你就可以到战功商店这边去买天书还是买幻仙石目前来看这是唯一要进行线上挂机的地方了。这款游戏的部分是没有什么上线了以后可以拿到离线收益而在甘度部分挂机不要去算的话，第一天大概4个钟头吧，第二天开始都在3个钟头以内就可以把任务完成了。长渊阁这个地方也要记得做，它给你的奖励品算是非常丰富的啦，而且还会给你阴魂的碎片。整体玩法就是这些啦。左上方有我要变强，有什么不懂的从这边看一看就差不多了。那说白一点，玩这种类型游戏就很简单第一个就是花钱，第二个就是晚上7点半以后的活动记得去参加。如果你达到这2个条件，基本上你入的公会都不会太差了。那么本次影片就到这里吧，大家拜拜。